嵌在这个宽臼里面有一个球形的结构，在球的外端还连接了一块结构，这块结构叫股骨颈。这股骨颈从正面看上去的话呢，它的趋势它有一个45度倾斜角。那么股骨颈和股骨衔接的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角度，有一个倾斜趋势。这一条就是股骨的倾斜。从正面看上去的话，它不是垂直的，它是有一个大概有一个15到20度的一个向内倾斜的一个特征。先来画一下臀胯部的正面和侧面骨骼结构。首先做一条横线画的骨盆的上端，然后再来确定一下骨盆的下端。然后在左边我再做一条垂直的辅助线，再找另一条垂直的辅助线。现在形成的这个形状啊，大概是一个正方形。然后在它的旁边也来做一个大致的正方形。第一个正方形的中间呢，做一条中线。右边的这个正方形我们是用来画骨盆的侧面的。那么骨盆的侧面从侧面看上去的话，它也没有这么窄，所以咱们要将这个中线向后平移，得到了我们这个侧面骨盆的一个宽度和高度。最左侧的这一条线段，大致将它分成3份，在这个位置做一条水平的辅助线。那这个点、这个点还有这个点，就是咱们的髂前上棘。这里就是耻骨联合，在这里向内偏移一点点，这个位置咱们定作耻骨联合。咱们要用到的这个标记位置已经找了髂前上棘和耻骨了。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髂后上棘，咱们从髂前上棘的位置向上移一段，距离做一条水平线。然后我们根据两端髂脊的长度，它俩之间的距离大概分出来1/3，这里到这里确定为咱们两边的髂后上棘的位置。那这边就比较好确定了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去确定一下坐骨的位置，两边坐骨的宽度要略宽于两边髂后上棘的宽度，大概没有到这段距离的中间，在合理范围内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在侧面里面大概给它定到中间这个位置即可。咱们把髂骨的最高点定在这个位置。那咱们接下来就把这个骨骼画出来，这是我们髂骨的上缘。我们继续看到髂前上棘，从髂前上棘向内倾斜个大概45度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大概停住，将这个点和耻骨联合相连。现在形成的这个环就是我们的盆腔。然后我们再看到侧面的，从髂前上棘向下向内倾斜，在这里拐到耻骨到耻骨联合。我们耻骨它也是向里倾斜的，这段距离不能没有，这是耻骨联合的一个高度。现在将耻骨下角交代出来。现在我得到了一个骨盆正面的雏形，把侧面的这个骨盆的形状给它交代出来。然后在这里啊，我们找到髂后上棘，从髂后上棘向下，它还有一个叫髂后下棘，跟上棘相对应，它是个下棘，叫髂后下棘，向内倾斜一段。从髂后下棘连到坐骨这里有一段向内弓起来的线。然后我们再回到正面，从髂前下棘的这个位置画一个小小的弧形，这个位置是髋臼，是一个向内凹陷的一个凹窝，这个窝是股骨头嵌到里边的这个凹槽。从侧面看的话，能看到它更圆的特征。然后我们将侧面的这个骨盆加上骶骨和尾椎。通过以上的操作，我们就得到了两个接近准确的骨盆正面和侧面的视图。那么我们要画臀胯部，就要把股骨的上端加上，嵌在这个髋臼里面有一个球形的结构，在球的外端还连接了一块结构，这块结构叫股骨颈。这股骨颈从正面看上去的话呢，它的趋势它的倾斜角度大概有一个45度倾斜角。那么股骨颈和股骨衔接的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角度，有一个倾斜趋势。这一条就是股骨的倾斜。从正面看上去的话，它不是垂直的，它是有一个大概有一个15到20度的一个向内倾斜的一个特征。然后从侧面看上去的话，这个球和股骨大转子这个位置它是错开的，是前后错开的。也就是说，股骨颈从侧面看上去的话，它有一个向后的倾斜，角度不是很大。然后从外侧看，股骨上端呢是接近于垂直的。这就是我们臀胯部正面和侧面的骨骼结构。